他们在那儿。哟，看来那位不听话的混沌同学已经被老实人同学完全征服啦。我扶除了混沌阻遏未来的部分，不过老实人又是……克莱利就是觉得这样喊挺可爱，想逗逗你。我刚想说点正经事呢，被这么一喊，搞得我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现在说了。一瞬间就换了一套十分华丽的衣服，却依然有着清澈眼神的寻梦者同学，请。我想说，在尝试是会引全能或是握住中烟的一线时，我都看见了 Kiana 的身影。虽然素未谋面，但她总是会在最关键的地方像姐姐一样推我一把呢。Kiana 老师确实很热心肠了。我和克拉丽还没到月球基地的时候，她就开始为我们俩的关系操心了。之后还拉上了牙医老师、布罗尼亚老师和幽兰戴尔前辈，提前展开了什么化解矛盾大作战。相信我，见过他的人没一个不喜欢他。所以，这里有什么通道直连提安娜老师吗？都走到这了，好歹要来点隐藏奖励吧。我也很想找到这样的隐藏奖励，好向他当面表达感谢。可惜这里没有，只有一个相对朴素的好消息。牙医和布罗尼亚曾经认为，不断对抗隐灾有助于 Kiana 早日醒来，但我现在可以断言 ，Kiana 的沉睡并非因为落星，而是她主动的选择。简渊已给予我一定的中烟之力，使我掌握时序的全能，完成羽化，也和 Kiana 有关。既然她从未被任何事情限制，你们重逢的那一天，想必很快就会到来，就像……我们不会因此失望。既然 Kiana 老师有自己的计划，我们只需要耐心一点就好。就是，小年糕都能上号代打了，提安娜老师肯定不会让大家等太久了。克拉丽和莉亚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。混沌在11年中渗入了洛星的每个角落，我们驯服它的过程也不可避免地牵动了历史的因果。果然还是有副作用吗？就像刚刚经历过圣痕计划重构后的地球那样。是的，所以之后我必须赶在外部世界正常的时间完全涌入洛星之前，重新锚定因果，并利用混沌改造善区。这曾被我们的教科书称作世界炮的世界，而时序的全能只能使我自身行走于因果的下隙，无法让你们伴我同行。在此期间，我们恐怕很难联系上彼此。你说个数吧，虽然没有做好准备，但我会努力活到那个时候。如果我到时听不太清你的声音了，你要记得说大声点。克拉丽，不会这么久了，我希望在2年之内解决。哦，都说3年一道坎，结果咱们还不需要为这道坎操心，就又能碰头啦！嘿嘿，好耶！好耶，太早了吧？那是火星年。对不起，是我没说清，这2年其实是按照你们这边的时间计算的。朋友之间禁止对不起。虽然只是对比出来的感慨，但现在倒是可以勉强好耶一下了。既然没办法同路，那你还不抓紧时间，在这里把未来2年要讲的话一口气讲完？我看你前段时间一直有什么话想对寻梦者说的样子，现在气氛正好，不如趁热打铁。我看你是好奇到终于憋不住要问我了吧？没有的事，我一点也不好奇。算了，我本来也打算说，就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之下说出来。毕竟，它只是一场梦，在那个梦里，
我刚刚升学，又分到了一个全新的班级。这个班里的所有人都是陌生的面孔，没有一个与我相识的同学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迅速认识周围同学并打好关系是优先级最高的选项。但当梦里的我意识到这一点时，大家都已聊得火热，也容不下2个后知后觉的人了。2个？另一个是你。我们的视线在一簇簇小火苗中迫切地游走，最后意外撞上了。就这么互相看了几秒，才腼腆又不失尴尬地朝对方笑了笑。等等，不是和我？你哪里会后知后觉啊？你怕不是最先想到这一点，又觉得无所谓，才继续玩你的游戏机了吧？你在梦里就是这样的。啊，补充，现实也是。怎么开始翻旧账了？我那不是还没和你熟起来吗？哼。总之，因为这样的小插曲，梦里的寻梦者和我先成为了朋友。在我为成绩未达预期而烦闷的时候，你会帮我一起复盘，也会温柔地给予我鼓励。而你个性中跳脱的那一面，又时不时会为我平静的生活制造一些小意外。比如你带着我向那位一直玩游戏机，上课也不听讲，但就是能考到全班第一的克拉丽同学搭话什么的。呼，你怎么在梦里也还是考不过我？是，又怎么样了？做梦也不能太脱离实际啊。偶尔也可以放飞一点，就像小色拉写的故事那样，不然不是白做梦了吗？不过我猜，梦里的我做出这件事，一是想帮赫利亚取克拉丽学习的经，二是本身就对克拉丽很好奇。至于最后一个理由，一定是我觉得我们3个人能成为朋友。你瞧，这就是我觉得你最特别的地方。无论发生了什么，你都会先尝试理解，理解问题为何存在，理解为问题所困的人的感受，理解问题的背后是不是藏着第3种可能。而这也恰是寻梦之旅中你所为之事的投射。在我看来，这份因同理心而生的本能，或许比你从简那里得到的全能更珍贵，也更强大，因为它可以改变的不仅是事，更是人。所以，哪怕往后的路不再有我们陪伴，我也一点都不担心你。确实，那毕竟是寻梦者要走的路嘛。你看啊，我习惯找到最短的路，哪怕那意味着要把挡路的墙拆了。而赫利亚会用最扎实的方法找到最标准的道路。但你不喜欢拆墙，也不认为非得走最标准的路，你总是在找赫利亚说的第3种可能，那条既尊重墙的存在，又能带我们领略墙后风景的路。甚至刚才你说要去锚定英国改造善区，说的也是希望2年内解决，仿佛你在赶什么毕业论文的死线那样。谁说不是呢？我要叮嘱你的，其实也就是一件事，别忘了时常照照镜子，夸夸这个会无奈、会笑、会担心我们失望、会老老实实说对不起的自己。要是下次见面，我发现时间让你变成了无趣的大人，哼，我和赫利亚肯定会不计代价地尝试更多办法，直到你重新有趣起来为止。好啊，我会尽快完成一切，然后回来听你们讲这2年里的新故事。那新故事怕是多到只要你开始听，就很难再找到回家的机会了。多在地球待一段时间也好，前提是你们俩不介意我多占一个床位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和克拉丽将就挤一张床。我的尾巴还不愿意将就着，就在某一天被人摸秃了呢。我也没有这么放肆吧。如果你想要我在寻梦者面前证明你的放肆程度也行，我没意见。现在想想，寻梦之旅从一开始就和地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呢。它始于一场横跨5万年的史诗落幕时，在太阳系掀起的微澜，又因无数人的帮助，得以在这样一方平静的空间内，
迎来充满希望的新起点。而我希望这段旅途能幸运地拥有你们记忆的一角，它不必被时时想起，也不惧怕遗忘消损，只要在某个瞬间，也许是你们又一次并肩作战，或普通的走在某条路上时，能忽然想起，在很远很远的另一颗星球，曾有这样一段旅途，和一个与你们同行过的人。那这段旅途对我而言，就拥有了超越时间与因果的意义。要求真少啊！要是我们不仅会想起你说的这些，还会想起你用了很复古的搭讪方式朝希娜打了招呼，还逗得她笑个不停呢。难道你们……是啊，在不久之前，我们就能零星想起一些和他有关的事了。我想，这一定和你征服了混沌有关。希娜当初不是说了吗？朋友之间没有正式的合照可说不过去，所以下次见面要记得带上他和松雀哦。我们5个肯定要大拍特拍。顺带一提，那个执念很深的家伙最后也嘱咐我们给你带句话：倘若另一位希娜迪亚耐得住性子，你会在礼物间见到他。看来你这边顺利的话，应该很快就能见到希娜了。那就在这里告别吧。不用我再送送你们吗？你留下的逃生通道离这里只有一小段路，我们不会迷路啦。而且我们总得找个办法关上我们的话匣子。那最后的最后，再一起玩个游戏吧。倒计时结束后，谁也不能回头，回头的人下次见面要请一顿大餐。好啊，我接受挑战。3、2、1。大餐就大餐吧，反正下次见面本来就要庆祝。我就知道你们会回头。